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彩墨山水画的这个大讲堂哈。今天下午呢，又是我给大家画一张68×68的这个圆幅哈。这个呢，上一周这个我没仔细看哈，所以我就直接就画了这么一张画。但是今天我看了哈，就是昨天我专门看了一下来，我是原卡还分了30树木。这些哈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以树木为主，给大家这个画，画这个圆卡呢，它是有跟别的尺寸它不太一样，比如说跟我们正常的什么四尺斗方啊，是吧？或者是四指横幅啊，它这个是这个是圆幅，四周都没有边，那个有4个角，所以在画的过程中难度会增加一点。但是一旦你掌握了彩墨山水画的技法呀，这些难度其实都是非常简单的哈，这些都可以迎刃而解的。我们完全可以把画得很好的圆幅变成方的啊，变成4尺斗方甚至更大的，也可以把4尺斗方变成圆幅的。所以说这个基本功啊，其实我现在哈都还在教大家。虽然我们画完整的构图了，其实都还在教大家基础的一些东西。你比方说，今天就是以树为主，给大家这个画，其实也是非常基础的哈。今天我们这里画不少的树啊，画这些哈。希望让大家这个通过这些针对画的哈，这个画那个呢，大家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。是不是啊？好，我们就闲话少说。为什么呢？画树跟画山石啊，那还不一样，树非常的复杂。要把它这个画了，时间用的就比画山石呢要多哈。所以今天我们就直接上干货。我们看哈，其实，在画树的时候哈，今天我准备画什么呢？画几棵，就是说，首先画几棵比较大的树啊，画几个比较大的树。你比方说，我们直接透过这个，就说是穿过去哈，顶天立地的几棵树，画了以后，透过这个树啊，有一些梯田啊，就是带水田啊这些哈。包括一些远处的树啊、房子啊这些哈，推过去，这下面画点小溪，这构图呢也是我平常常用的一些构图，还是跟大家说的话，我们画画呢，就有一些就是叫什么叫胸有成竹式的构图哈，就是我们在画之前大概画好的一个效果啊，这么一个效果就出来了，但有一些呢就是。完全是在自己意料之外的一个构图哈。我们这2天也在这次我们的面授班画了一张画，用泼牛奶的形式啊，好多因为没有参加过学习的，不知道我之前泼的是一个什么啊，其实是泼的牛奶跟墨融合在一起会产生一些肌理效果，这些肌理效果。出来的效果是非常好的，很多不明就里的或者不知道什么情况的呀，哇塞，他以为这个又是在吼怎么吼啦，又在吼我，那这个是因为我上次在播之前就跟大家说哈，我说现在这个抖音快手啊，它这个很奇怪，认真教学的人啊，认真去教授技法的人，他根本不推啊，有时候你认认真真的去完成它呀，平台就给你推个几百个呀。几百个像我们几百个1、2千个算正常的，算很好的了。一般来说呢，就几十个甚至几个赞，他不给你往外推，让别人看不到，是不是啊？你稍微有点动作，马上就推了。这次平台也给我推了啊。我们应该有看到留言啊，但是就是有时候有点奇怪是，平台一推，它就有很多的他既然在给你往外推的话，就有很多不认识你或者认识你不知道你的人，他就进来了。进来这里面喷子很多啊，这个喷子呢，它不明就里，来了就喷啊，逮着谁喷谁，哈哈啊，
这个好意的我都保留了，恶意的呀，明显感觉到还带恶意的喷子啊，我一脚就把它踢出去了啊。这个好，我们就暂时不说哈。我刚才说的这个，一个是比在一先的啊，这个就是构图哈。然后呢，有些就是今天呢我们这个哈就是怎么样呢？我们先用这种小卡纸啊，这个就是卡纸画。一般来说呢，都是用什么？用这个就不用什么大使唤了，还有什么哈？除非是怎么样呢？是特殊情况啊，我要画30，而且30非常大，我用这个大使唤。一般就用中使唤，特别是画树啊，画这些哈，一般就用中使唤画。我们首先拿中使唤泡水，泡水以后，然后相当于拿水把它养一下，把它养顺了哈，然后我们，而且你看这个蘸墨呢也是注意哈，只是稍微蘸一点墨。如果是画很大的话，我这里要蘸好几笔，而且用大笔蘸好几笔水，这个颜色、墨色啊这些，它这样子才好用。这点就没什么太多用墨的地方。好像穿着这个西装还有点热，脱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放在一个位置上哈，放在一个位置上，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？就可以今天大家看哈，基本上我上面什么都没画，没有签名画，也没怎么样哈，直接就画。在画的过程中呢，就要注意什么问题呢？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画，我刚给大家说的，要画一棵非常大的树，我们就从这水分不要太多，因为你要像这种纸哈，你说它没有浸润效果了，水多一点它还浸得很厉害，那个所以说这个是要注意哈。啊，你看我们首先就是把这个树在画树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什么呢？注意它的线条啊，不要注意线条，不要把它怎么样呢？就是把它画得很光。我在行笔的时候都是非常的，哎呦，拿一个磁铁，一定要让这个纸，因为是卡纸，它容易拱，让它非常平整，画出来的东西啊，用笔上这才好。你看，我们刚刚大家肯定以为，这个线条这画到这里就可以了。其实你看，马上这里加了这一根以后哈，一边粗一边细，用局部的笔好。这个地方就说这里，本来开始以为这个就是它的边，你看我们这里一画。你看这个树，自然而然的，它这个就出来了。至于这边有多粗啊，我们这边都还没有去开始画，这边根据情况，我刚刚说了这个地方。到顶上一点，
这个让它深一点。你看，这个行笔每一笔都用了风扇。对，这笔拉得很长，这笔拉得很长，这个就是你看我们在画的时候就有很多的顿挫哈。你看这里，哎，一笔拉下来，顿一下，哎，又拉下来，这里又转锋，又出现不同的效果，是吧？又出现不同的效果。如果它是前面的这一只，我比方说我这里画了以后哈，哎，这个地方后面再来一只的话，我后面就深一点。退后看一下，哎，看一下这个出枝是否有些地方可以再让它复杂一点，或者，哎，你看这就利用局部的笔毫，这笔是散开的，是吧？打扁的状态，利用局部的笔毫来画，有些地方啊，其实你就很随意的了。你比方说像这些。顶上这些就很随意的来上几只，这几棵树在这个画面上，这棵树哈在这个画面上虽然它很重要，但是它其实就是陪衬啊，它就是陪衬。所以说呢，在画的时候呢，一方面我们当时染的时候会把它染得很深啊，包括这些树干这些哈。哪怕有这个流量的地方，但是都可能是把它染得非常深。说这里面的称法就可以让它，到最后这里是不是这个线是不是边线还不知道哈？我们到时候根据情况，说不定边上这里还有变化，可以把它。直接画下来，你看，直接画下来。好，这里面我就要开始画这个树的一些节呀，树的一些变化。你不要直接都是很深的或者怎么样哈，这里面就有变化了。画这个树纹，特别是这么大的一棵树哈，这里面它的变化要非常多啊，变化要非常多。好，我们把这里画了以后，就是我刚刚说了，刚刚这一条很长的线条哈，它不一定就是我们这个画面上啊，这个画面上的这个就是树的边缘哈。哎，你看我要加它的时候。我只需要在这个边上一加，是吧？加这么一条，自然而然的就把它给就把它这个树的粗度啊这些就够了。好，然后接着再往下画的时候，我们差不多在这个位置上啊，就可以差不多。你看，哎，这里要画一棵，要画的那个30的话哈，就不要一直画下来了。好，我们这里就可以怎么样？哎，你看，这个就是我们把树根画出来。画树根，大家看哈，
我是怎么画的哈？我是先不要一来就把边上就开始画了，先是从中间这个竖纹这里处理的时候。哎，去找这些纹理的效果，有些地方粗一点，你看有些地方这个树根长一点，哎，有些地方短一点，它有些在前面，有些在后面。开始就分这一下的时候，你们恐怕还没有感觉，哎，这么一画了以后，你看，但凡有凹的地方啊，稍微用墨点它一下，不要点死了。啊，不要点死了啊！这个把前面这个画出来以后，我们再画，这里边要撑一下，撑的复杂一点。好，然后再画。啊，这是后面一根是吧？但现在这个树哈，你看这边这么粗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边呢下面很细，那肯定还不协调。这个时候又把它加粗一点，你看又来一条线条，又来一条线条以后，哎，这个时候后面这个呢就不要画的太复杂，稍微有点感觉就可以了。大家看，这样子就把这个根和这个地面这些就衔接好了啊，我就随时就可以画地的话，这个根啊，画这个下面的山石，哎，几乎这个就可以跟这个山石能够很好的抓牢了，是吧？啊，就抓牢了。大家肯定发现，哎，整个这段画，你看看整体哈，大家肯定发现，哎，整个这段画呀，有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你看，平常我要画这么大一棵树的话，哈，肯定都要怎么样呢？哎，从这地方再出一支啊，是吧？然后这里再怎么出支？今天我们把它怎么办？今天我们基本上啊，哎，就这么大一棵树上来，只有上面一点枝，是不是啊？只有上面一点枝，为什么呢？给大家说哈，因为我这里就是说的，透过这个树看到后面的景色，后面的景才是我们的主角啊！如果你把前面都已经画很多的树枝，把后面挡住了，那主角往哪里走啊？所以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些配角啊，就怎么办？只有让路啊，就让他啊非常顶天立的可以在前面，但是你不能说是长一些树枝把后面挡住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就要突出主题，就必须要怎么样呢？必须让这个树啊下面的树枝这些就没有了。但是我们画这棵树的时候，你看哈。我要画旁边这棵树的时候呢，哎，我们就可以有一些这个，好，你比如说我们再画一棵树的话，这个树就不要有这么大了，稍微小一点，而且大家看哈，而且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这个树呢，你看它是明显有一定的倾斜的，它是往左边再倾斜的话，哈，好，这个树你看就是再往右边倾斜，这样子它就有个一开一合，是吧？你看上面比较开，下面就合到一起了，啊，这个就是要注意它的变化。如果你这个时候又画一棵树，这个角度给它吃过来，好了，这样的话基本上就构图上就失败了哈。所以说这个简单的构图很重要哈，啊。你看，我首先来这么一笔，这一笔很粗犷，但是刚刚这一笔里面是很有变化的，这里面啊，只需要什么呀？稍微来一条线条，马上它就把它就有一个虚实关系了，啊，就有个虚实关系。
好，我们把这里画好以后哈，就干什么了？哎，上面叫分支，再说啊，上面再说哈，然后主要是先把下面的这些感觉先画好啊。比方说，我们刚刚说了，哎，把这一支画好以后，这里面还是要有些实的线条，还是要有些实线条，把它这么一画，我们这边可以就说是让它没有什么这个太多的线条哈，哎，这边无所谓了，因为它已经靠边了，我的主角在这里是吧？主角在这里的话，那这边就可以让它自由的发挥，它想怎么长就怎么长，我们不干涉。你看，哎，这个树枝它就从这里长。啊，它就从这个地方长，然后长好以后，哎，把这里稍微擦一下，让它们很自然的让这一根这个就是这个算很大的一个粗枝了哈，这个很大的粗枝呢，看到吗？很好的连接起来，不要让这里感觉到好像哎，让它很自然的逐步过渡。靠近这边呢，不管怎么说，哎，这边它还是有东西说这边都让它线条啊这些少一点，要把这两个树分开，那就是让怎么样呢？让这个树这里你看这里亮一点，让它暗一点，它自然就分开了。而且它是主角的话哈，如果他们两个来说的话，它肯定是主角，是吧？它是主角的话，那它你看它的称法上，它的这个就是疏密啊，或者是虚实的关系上，明显它要实得多，它要虚得多。对，明显它就要虚得多，是吧？在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呢，特别的要注意一些，就是在画面上哈，它的一个虚实关系。把这个画了以后，然后我刚给大家说了，它这里是要表现它的一个这个哈，这边呢你就无所谓了，这边就可以，哎，让这个你看这一只。哎，它在后面的话，虽然我这里也很深，但是我把后面这只画的更深。哎，你就明显感觉到，它在前面，它在后面，是不是啊？好，越往下面走，越注意它，这就出来了，它里面的结构啊，称法就有一点，但是也不明显哈。还是要虚，哎，有点感觉是吧？有点感觉，不要把它画成一块死墨就可以了。好，再把它画了以后，哎，这里面它是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，这后面，你看再有一些更小的，是吧？一下子就会让感觉到它这里非常的丰富啊，这里面哇还有这么丰富的这些那种感觉。互相的穿插，
把它画了以后，好，这里刚刚说了嘛，它可以直接就把它们穿在一起。相互穿插一下，相互穿，最终不管它怎么穿插怎么弄哈，它到时候我有很多的树叶呀、有很多的一些，都会把它怎么样呢？挡住都会挡住。包括顶上这里哈就没关系，顶上这个地方你看我们这里画了以后，它都可以往下，有一两只掉下来。让这些互相穿插。好，把这边画了以后，大家看，我现在这两只，它就我们看看哈，整个来说哈，它就有疏密关系了。我们放到全镜头，你看这里就画的明显密一点，是吧？这里就舒展，在舒展的同时，我把这个位置，把这个位置都留出来了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干什么呢？我们就是要就这样子的话哈，我觉得看看是不是这边来，先别忙管它哈，先别忙管它，我们先把它这边画出来，看这边需要来一只吗？如果不需要就算了，需要的话再说哈，再说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先把这个下面这些都画出来，可以将就这个中石花，将就这个墨色将就这个中石花和墨色。我们看一下它整个上来，要突出这个就说是下面的这个树的话哈，这30你就不能把它画的太怎么样了，太清晰。到时候做色的时候都会把它就做的非常的这个深，所以说我们就基本上是怎么样呢？基本上大家看，把它画的非常深。当然行笔的时候，你看这一笔下来，它还是很有变化的，是吧？还是很有变化。把这些画了以后，笔也没散开，我再揉它一下，把它揉散开了。这里面的30的称法要注意，刚给大家说了，它最后在画的过程中，它都怎么样呢？都是要把它染得很深的。我现在看到这么一条，干脆我就把这一条把它画成一个面，让它稍微深一点，稍微亮一点，把这里再压下来。